大家好，今天比特币来分享链上指标。盈亏差额显示，比特币牛市应该是没有结束哦。所以2年前带粉丝们一起做多的比特币，目前我还没有平仓，也在计划顶部要怎么卖出，以及这一次 Discord 群交易简报 53K 再一次做多比特币。那现在包括周线的这个随机 RSI 指标，目前也是在交叉，包括昨天晚上美国 CPI 利好。朋友也是问为什么比特币不涨，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或者也可以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返佣20%，交易量达到可以联系我们加进 VIP。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这个链上的指标 NUPL。英文名称是什么 Net Unrealized Profit Loss， 不过中文的意思大致可能就是净损益的意思啊，就是盈利跟亏损的一个差额，它计算出来的一个比值。然后周线的图表目前是看不出来短线这个位置，包括昨天晚上那么大利好的情况下， CPI 数值预期是 3.1， 公布的数值是再一次下降到3的一个区间。那有没有可能下一次美国那边的 CPI 会不会破3，也是重要的一个历史分水岭。然后昨天晚上有朋友问我，为什么 CPI 利好的情况下，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不涨啊？然后以前不是有跟朋友们讲过，你看市场的消息有时候要反向去思考，就比如或者是这个位置利好消息，我的观点是短期不一定会涨，有可能还是在盘整，但是它对整个比特币大长线或者是下一步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再一次增强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对比特币的长线是利好。但是有时候短线我们要反向去思考，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或者是一些利空的消息，因为散户都在看的消息，有时候主力它往往就会反向来应用。就比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2022年当时在 20K 到 15K 的底部，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去忽略整个市场上大部分的利空消息，或者是当时比特币跌到 20K 的低点，美联储是一直在加息，每一次加息的幅度都是75个基点，整个市场或者是市场上面所谓的那一些专家都是在呼吁，哇，整个全球的什么金融市场要完蛋了，或者是经济要崩了，或者是认为比特币根本完全有可能不会涨的情况下，往往我们要反向去思考，这些消息有没有可能就是背后的财团故意向市场释放的这些消息，然后让散户在低点位置去卖出比特币。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的经验，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比特币从顶部的位置跌到 15K 的底部，它这边是跌了53周，有可能就是比特币的底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8年当时熊市从历史的顶部跌到这个位置底部的时间，19年的这个底部时间也是53周，就是比特币重要的底部。或者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这个位置的底部，大约从顶部的位置或者是跌到这个底部时间就差了那么2到3周，就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链上的指标，或者是盈利跟亏损的差额同样在底部的位置也可以明显的观察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或者是跌到 20K 的底部到这个 15K 的底部，当时盈利跟亏损的差额这个数值是接近负值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它是接近-5的一个数值，或者是跌到 15K 的底部，这个数值是接近20%到30%，那说明市场上大部分或者是基本上100%的人全部都是在亏损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当时这个位置的底部，这个 NUPL 它跌到这个位置的数值是接近或者是-35，所以这个数值负的数值如果越扩大的情况下，说明有可能目前的市场是非常的低迷，没有人在关注。那老投资者应该有听过一句话，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一个 NUPL 指标或者是链上的数据，
后面比特币从 15K 底部涨上来，包括比特币一路涨到 74K 的高点。那现在目前的比特币处在哪一个阶段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涨目前到这个位置指标的数值大约是40左右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有提到，就现在的比特币跟历史上2020年当时总统选举以及2016年当时总统选举，特朗普是上任以后，比特币开启牛市上涨的奇迹，或者是2020年当时这个位置，也是因为2020年的6月份到后面2020年的11月份左右，美国那边是4年一次总统大选。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比特币从19年的底部涨上来，后面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才会跌得非常的恐怖哦。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从疫情崩盘的低点涨上来，这个位置是在盘整，或者是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回调，就是因为当时是非常接近美国那边总统大选。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的这一个指标，差不多也是在40附近，所以现在的这个位置有可能非常非常像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总统大选完以后，而且时间从上一次历史的最高点连到这个位置是接近1000天左右。那现在如果我们从2021年的这个 69K 的顶部时间连到这个位置，或者是到8月份，有可能也是快接近1000天。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的这个位置，当时这个 NUPL 指标也是来到接近40附近，或者是昨天有聊到的，就是这个位置美国那边总统大选，后面就是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特朗普或者是胜选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时间从前面的这个顶部连到这个位置，时间也是接近1000天左右。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指标最终继续开始，或者是比特币在涨的情况下，整个市场上面盈利的人是继续扩大到这个指标最终来到，比如说有几个高点的位置都是接近80哦，80的位置有可能会崩盘，或者是接近80的位置有一个大幅的回撤，最终来到顶部的位置接近85的高点，有可能才是比特币的顶部。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3年当时比特币的顶部，这一个指标也是来到85上方，后面最终崩盘。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1年的这一个顶部指标也是来到80上方，红色的这个区间有可能才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最终后面是一路下跌。所以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就是下一步目前数值我感觉才在40，后面如果真的这个指标涨到80以上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市场上面基本上100%的人都在赚钱，那到底谁在输钱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这一次 53K 左右有做多。目前我的观点，我们先观察吧，有可能这个位置上面还是有一些压力，所以最好是这一周能不能收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拇指线也好，或者是下方的这个随机 RSI 指标，历史上也是非常的传奇，一般它有交叉的位置，一般后面都会有上涨，包括这个位置啊，就是比特币跌到 57K 左右，后面涨到这个位置，这个随机 RSI 指标交叉也是有一波小幅的涨幅。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比特币在 49K 的这几个位置，反正有交叉，这一波牛市基本上比特币都会有上涨的涨幅。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这个位置交叉的一个结构，它有没有可能像，或者是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交叉上涨以后比特币价格又跌下来，就像这个位置交叉上涨以后比特币价格又跌下来，那现在这个位置有可能就像2023年的8月份，当时这个位置比特币价格就是在箱体盘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